辉允许访问。Hello， 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我最近在逛玩具发抖城的时候，发现它居然是上架了国代版的泽塔升华器，而且呢还是升华器与收纳盒打包的豪华套装。另外这个套装呢也是玩具发抖城独家发售的限定，相比普通版呢，它会多一个奥特六兄弟的勋章。虽然我之前呢也买过日版的泽塔升华器，包括也做过测评啊，但是你们都知道国代版的奥特曼变身器呢跟日版的配音是不一样的，国代版里面呢是中文的配音，所以说我就特别好奇这个中文版的泽塔升华器玩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那么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买下了这款官方定价449元的泽塔升华器国代版套装。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跟日版相比它有哪些不同，国代版做的到底怎么样呢？话不多说，让今天的测评马上开始吧。OK， 那么我现在手中拿着的呢，就是国代版的泽塔升华器了。我们可以跟之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的日版升华器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具啊、造型啊、细节，包括零件的成型色方面啊，二者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就这样把它摆着。我不告诉你哪个是国代版，哪个是日版，我相信一般来说你肯定是分辨不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国代版的做工怎么样，把这边给它划开，按下这个按钮。啊，这个手感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滑的。日版这边滑动起来呢，其实这个感觉跟国代版区别也不大。然后呢，划开来后这边呢会有3个红颜色的圆形涂装。那么跟日版相比呢，可以看到这个涂装的发色呢，二者也是非常接近，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奥特光之卡牌呢，可以看到正面呢，它们图案一样，但是字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日版的这个在正面好像会比国代版的要更光滑一点，摸上去的手感呢也会更好。那么从背面来看呢，也是啊，这个字是不一样的，材质呢都是这个纸的材质啊，没啥好说的。奥特勋章的话，其实粗看之下，国代版跟日版呢区别并不是很大。你看，像这个勋章里面的图案啊，包括里面这种镭射的光效啊，二者都差不多。但是转到背面呢，可以看到日版这个地方它是圆鼓，但是国代版呢这里就变成了2020 TPC 啊，所以说从背面就可以很好的区分出国代版的勋章和日版勋章的区别了。然后因为我这次购买的是套装，所以说里面呢会多附属一个泽塔收纳盒。那么我们可以跟这个日版的来比一下，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对吧？包括表面这个金属蓝色的 Z 字涂装，还有这个零件的成型色。但是从背面来看的话呢，国代版这边会多一个2020 TPC 的这个印刷，所以说这也是它跟这个日版来说唯一的区别了。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日版打开来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纹路啊，然后国代版打开来后呢，其实里面都大差不差，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那么这个收纳盒呢，里面是可以收纳20枚奥特勋章的。OK， 那么造型上既然差不多，音效方面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国代版的开机音效，然后这个是日版的开机音效。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虽然音效是一样的，但是国代版的喇叭声音呢，会比日版的音量来得更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把奥特光之卡牌放进去，国代版的音效是什么样的？姚辉允许访问。哦，它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来变身。那不得不说，这个音效呢，就跟你看中文版的泽塔奥特曼里面那个配音呢是差不多的哈。下面是日版的音效，对比一下。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国代版的必杀技音效。然后是日版的必杀音效。喇叭的音质确实是国代版的更好一点，日版这个听起来声音有点发闷。然后呢，我们把奥特勋章给它放进这个升华器里面，来听一下国代版的泽塔奥特曼阿尔法利刃形态的变身音效是什么样的。喊出我的名字吧，泽塔奥特曼！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日版的音效。然后是阿尔法利刃形态下的这个必杀技音效，国代版的。然后听一下日版的，做个对比。不知道这一圈听下来之后呢，你们是更喜欢国代版的音效还是日版的音效？喜欢国代版的打1，喜欢日版的打2，把对应的编号在评论或弹幕里面打出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更中意哪个。之前的日版升华器单个勋章呢也能够变身，我们来看一下国代版有没有收录这个玩法啊。必杀技。你可以看到国代版的升华器呢，也是可以用单个勋章触发变身和必杀音效的。时间有限，我们其他音效呢就不一一给大家单独的演示了。那作为这次升华器反斗城限定套装最大的卖点，奥特六兄弟的这个勋章呢，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出过这个东西的日版啊？如果有的话，麻烦各位在评论或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好吧？我们来听一下它的这个音效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我还以为会把6个奥特曼的变身音效依次放一遍，但是这个音效有点小敷衍啊。我们来听一下必杀是什么样子的啊。奥特六兄弟。
说实在话，不论是这个变身音效还是必杀音效，我觉得这个六兄弟的勋章都挺一般的呀。如果你是为了这玩意儿去购买这个玩具发斗城限定套装的话，我劝你三思而后行。那相信看到这里呢，你们肯定会很好奇，国代版的这个奥特光之卡牌啊，它能不能和日版的这个混用呢？我们来看一下放进去日版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啊。没有效果，不识别。包括这个日版的卡片放到国代版升华器里面，也是没有任何音效的。那我们来试一下日版的奥特勋章，如果放到国代版的升华器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没有任何效果吗？如果是国代版的硬币放到日版升华器里面呢？也是不能触发的。所以呢，勋章包括奥特光之卡牌，国代版跟日版呢都是不能够兼用的。如果你之前已经买了一堆日版的勋章，那如果你想放到国代版上把玩的话，不好意思，你用不了，请你去买国代版专属的勋章，谢谢。而且我要说一下，就这次买的这个玩具反斗城的豪华套装其实是很坑爹的。就是如果你之前买的是日版的这个收纳盒，或者是日版的升华器加收纳盒的豪华套装，你都会获得能够变成贝塔冲击的这3枚勋章。但是这3枚勋章呢，在这次国代版套装里面就直接被阉割掉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真的是不太有良心。而且目前2级市场上，普通的国代版泽塔升华器大概是240元左右，但是这款限定套装版呢却要449元，差价呢也有210块钱左右。而它们的区别呢，就是多了一个勋章收纳盒和奥特六兄弟的勋章。那六兄弟勋章呢，我们之前也看过了，它的音效呢真的是不太好玩。而这个勋章的收纳盒呢，我觉得可有可无。其实你买日版或者你不买，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呢，这款玩具反斗城的限定套装版，我也算是为你们踩雷了。闲的没事干，千万不要去买。你们如果真的想买这个国代版回来听一下中文配音的泽塔升华器呢，去买普通版的就可以了。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也请多多给我们3连支持，你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